近日，一段央视就采访的视频重新点燃了社会焦虑。前央行副行长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明直言：“中国房价很难再涨起来了。”这句话像一颗冷冰冰的子弹，击穿了无数人的心。他引用一组令人窒息的数据：城镇化率已超 66%， 意味着该进城的人都进了。人均住房面积高达43平方米，远超欧洲平均水平。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23.8%， 购房主力正在消失。年轻人减少了5600万，购房需求正在塌陷。朱明总结，房地产的击鼓传花游戏已经没人接盘了。根据2025年9月最新数据，全国二手房价格继续暴跌。北京下跌 0.6%， 上海下跌 0.48%， 深圳下跌 0.5%， 广州更惨，限购彻底放开后竟然暴跌 0.97%。 这不是偶然。朱明指出，中国二手房已连续下跌41个月，整整3年半。为什么跌？朱明列出4大致命原因：一、城镇化天花板，中国城镇化率 66%， 上升空间极小。日本当年用10年才升10个百分点，中国已无力再推进。二、住房饱和，人均43平米，已超过法国、英国。再买房只是换更大，不是刚需。三、人口老化，年轻人减少，老年人增多，需求断崖式下滑。四、债务压顶，居民杠杆率历史新高，银行贷款偿还压力沉重，谁还有钱买第二套？朱明说，房地产逻辑彻底变了，过去靠投资、靠投机，如今只能靠刚需。期房销售锐减，不是开发商无能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投机欲望消失了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新房销售额同比下跌 21.3%， 销售面积减少 26%。与此同时，居民储蓄率却升至创纪录的 42%。钱没流向市场，而是回到银行。未来10到15年，中国人将进入储蓄时代。朱明说，资金会沉睡，而不是流动。这句话意味深长。储蓄意味着防御，意味着恐惧，也意味着消费坍塌。老人掌握 45% 以上储蓄，他们只买理财、国债，不买股票。80后中产被房贷榨干，背着孩子、父母、房子3重负。95后、00后则干脆放弃，月光族、低薪族成常态。经济学家许成刚也警告，中国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没人敢花。这是通缩的最真实写照。通缩这2个字听上去冷静，其实是无声的地狱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PPI 下降 2.2%， 已经连续2年为负。商品便宜了，但人更穷了。企业卖不出货，工人拿不到工资，消费欲望崩塌。许成刚指出，中国通缩不是短期波动，而是结构性塌陷。根源在于3点：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过低，仅 43%， 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60%。政府与国企攫取过多利润，民间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，对未来缺乏信心，导致防御性储蓄激增。企业也在被反噬。根据工信部数据，2024年工业企业亏损率高达 33%， 回到了20年前的水平。1/3的企业在亏钱。在这个数字背后，是无数工厂停工、工人失业、老板跑路。朱明用一个残酷比喻：中国的财富结构像一座金字塔，上层轻飘飘，下层压死人。数据显示，45至69岁老人掌控全国超过 60% 的银行存款，而35岁以下年轻人平均负债率高达 210%。这意味着老年人守钱如命，年轻人一身是债。看似存款创纪录，实际上是错觉。
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大多数人根本无力储蓄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银行存款正在被地方政府借走。朱明坦言，银行体系看似稳健，其实是一层薄冰。4万亿刺激留下的债务雪球，滚出了40万亿的投资窟窿。如今，财政部不得不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，去填这个无底洞。朱明形容，中央财政像德国，地方财政像希腊。这是一个内部欧债危机，只是没有人敢公开承认。房价下跌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的信仰破碎。过去20年，中国人相信努力工作、买房、还贷就是通向中产的道路。现在房子跌成了债，努力变成了徒劳。中国楼市的崩盘不只是经济事件，它是信任危机的爆发点。当所有人都开始质疑买房是否值得，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在动摇。通缩让物价下跌，但信心的崩塌会让整个国家的资产缩水。这就是2025年秋天中国最真实的含义。据贝壳研究院最新统计，2025年9月，全国重点城市挂牌二手房数量再创历史新高，突破730万套，同比暴增41%，但成交量却下滑23%，价格一跌再跌，成交量一降再降，这不是市场触底反弹的前兆，而是信心坍塌的开始。房子不再是财富的象征，而是债务的陷阱。通缩的阴影正在吞噬每一个角落。2025年8月 CPI 同比下跌 0.8%， 连续第10个月为负。人们不敢花钱，企业不敢投资，资金躺在银行账户里一动不动。央行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居民新增存款高达 17.4 万亿元，再创历史新高。看似钱多了，实则是信心没了。你会发现，中国人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谨慎。年轻人不买车，不买房，不结婚，不生娃。美团外卖单价下降，奶茶销量萎缩，旅游订单锐减。GDP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正在冻结的人生。经济学家管涛说得更直白，通缩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全民恐慌。房价下跌带来的不只是购房者的焦虑，更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隐痛。银保监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房贷余额降至 38.6 万亿元，为2015年以来首次下降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 2.3%， 创10年新高。更有银行悄悄收紧房贷额度，暂停放款。连国有银行都在甩包袱，建行、农行、中行相继披露减值准备飙升，地产类贷款计提比例提高至历史最高水平。背后隐含的意思很清楚，他们也怕了。与此同时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危机愈演愈烈。Wind 数据显示，全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或已突破70万亿元，其中 40% 与房地产、基建项目相关。财政部虽启动专项债置换，但规模有限，杯水车薪。经济学家谢亚轩甚至警告，若房地产资产继续下跌 20%， 银行体系资本金或将蒸发1/3。这不仅是一个金融问题，而是一场社会信任的危机。如果说2023年的裁员潮是冰山一角，那么2025年的中产崩塌就是冰山的倾覆。据列宾发布的2025上半年中国中产就业报告，收入在20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中产群体中，约 37% 出现降薪或待岗，其中金融、地产、制造业受影响最大。一位深圳互联网公司中层经理说，我背着2套房贷，一个月还2万。老婆被裁，我可能下个月也保不住。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城市中至少有上千万个。他们曾是消费的主力，是孩子的教育投资者，是养老的支柱。如今，他们成了债务的奴隶，焦虑的代表。
2025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家庭债务收入比已达163%，超过美国，接近韩国。中产阶层不敢消费，只能储蓄，通缩的循环就此被锁死。房地产是信心的指标，一旦信心破裂，一切数字都变成幻觉。从地方财政到个人生活，从银行资产到养老金安全，一切都绑在那座正在下坠的房价塔上。有人形容中国楼市不是泡沫，而是信仰。如今信仰崩塌了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房地产相关税收同比下滑34%，土地出让收入暴跌52%。这意味着过去10几年卖地财政的模式正式走到尽头。财政收入的崩塌直接传导到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基础设施等领域。多个省份被曝延迟公务员工资、削减教师奖金、暂停公立医院设备采购。这不是局部性危机，而是结构性衰退。朱明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钱，也不在政策，而在于信心与人口的双塌陷。是的，信心在塌，人口在退，房价在跌，债务在涨。每一个指标都在提醒我们，旧的中国经济模式正在被时间淘汰。